师傅，第二排最右边那个似有异样，他一直捂着自己的腰间。不是奴婢，不是奴婢的，不是奴婢啊！师傅，这……圣上，太后娘娘，此人乃是杨芷斋伺候的宫娥焦蕊，奴在她身上搜到了这已经用过的白鹿纸。你个小贱蹄子，说，从何处拿来这纸？回圣上，娘娘，这张纸上的字迹正是臣女所写。想来她方才只能协助，没机会碰费用的纸，所以才悄悄从角落里打了这张沾过墨的，却也刚好证明了这纸为臣女所有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圣上娘娘，是奴婢清晨打扫房间时，发现这纸污损了一些，因知纸贵，又知江二姑娘奢靡不会再用，便想偷偷留下来练一练字，心想着写满了再放回去也是无人知晓的。谁知今天扯出这般大事，奴婢实在是怕极了，所以刚才才不敢说出来。既然你说你想要练字，那想必是识字的，不妨念念这上面写的是什么。素闻张大人有随身携带公文的习惯，想必是刑部的公文。这上面写的是《诗经》里的蒹葭，你会读吗？蒹葭。这公文上又怎么会有诗呢？瞪我作甚！若不是此时在圣上与娘娘面前，我早就2巴掌扇在你脸上，好问问是哪样的蠢主子养了你这样的废物！放肆！什么主子奴才的？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伴读，谁会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？圣上，此事事关臣女清白，更关乎逆党一案，关乎朝廷社稷，请圣上明察秋毫，审出幕后之人，为臣女主持公道。你先起来吧。是。不错，你既不识字，纸上之言你亦不认得，便不可能是你独自作案。说，背后究竟是何人指使于你？奴婢背后无人指使，奴婢是受了江姑娘的苛待，又眼见她3番4次的谗言挑唆长公主，牺牲不忿，又听别宫传出黄公公率人查宫一事，便鬼迷心窍，生出了这些。胡说八道！你到现在还贼心不死。王心义，现在就叫人将他拖到宫门之外停杖，打到他说实话为止。不要！罢了。母后有何不妥？这个时辰在宫门外打打杀杀的，你让六宫如何安歇？本来查逆党之事就毫无头绪，这好不容易牵出个线头，顺藤摸瓜便是。你身体还抱恙，急什么？是儿臣疏忽，忘了母后病恙方好，宜当静养。这样吧，便让王心义将人带到慎刑司，审问清楚，可好？好了，折腾了一夜，这天都快亮了，哀家也乏了，都回吧，有什么事儿改日再说。圣上，娘娘，不要！这莫不是什么贪狼入庙、流年犯岁之日？
可真是吓死我了。不过宁姐姐也太厉害了，这进一步是死，退一步也是死，只得搏一搏了。不过昨夜洗脱冤屈，靠的都是刑部的大人。都是你平时不大会做人，不然谁能恨到你头上这样捉弄你？要不是张大人看在姚姐姐的面子上，也不会管你。行了，有话还是回了羊脂斋再说吧。江姑娘为何这样看着我？我只是意外，昨夜在殿上，薛姑娘为何会帮我说话？本就是同床伴读，自当如此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江二姑娘，圣上有言，江尚书一贯为社稷、为朝廷鞠躬尽瘁。今日虽事出有因，却也让您受委屈了。圣上会下令严查此事，必定会还您一个公道。臣女多谢圣上体恤。不过，公道什么的，就算圣上为难，臣女也总有办法自行讨回。张大人果然让人刮目相看，本以为左右都要得罪一方，想不到竟然峰回路转，破了这悬案。今日之事背后主使，只怕并非是进宫与如意之人。此话怎讲？宫内之人已被清查数次，且不说是否仍能顶风作案，就算真是逆党策划今日之事，那也没必要针对一名小小伴读。此话有理。不过这位江姑娘也不是普通人。大人此言何意？难得呀，难得！张大人竟然也向陈某打听起事情来了。张大人，二位大人，昨夜辛苦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昨夜若无陈召二位大人，我只怕已身首异处。大恩当言谢，我去谢过，你们先回吧。哎，他这疯病要发到什么时候？那可是外臣外男啊！二位大人留步。多谢二位大人救命之恩，小女冒昧前来，是为向张大人亲致谢意。哦，向张大人道谢，那就是没有我的事了。张大人留下闲聊，陈某在前面等你。昨夜之事，若无大人仗义直言，雪宁不免要受刑罚。大人因我之过，还得罪了太后娘娘，我心中实在有愧。在此多谢大人了。姑娘言重了，皆是举手之劳，分内之事，不必言谢。不是，不是分内之事，宫中险恶，机巧遍布，连陈大人都不过是敷衍推诿，张大人却肯查明真相，还雪宁以清白，便高过这世间尸位素餐之辈良多了。您当得起雪宁之谢。下官不过是局外人罢了，倒是江二姑娘身处局中，往后万当小心。那是自然，我还要在宫中待上一段日子。我这个人啊，怕死的要命，岂能容他们轻易害了我去？江二姑娘有所防备便好。下官于内宫不好多留，就先告辞了。张大人，江二姑娘同姚小姐一起为长公主殿下伴读，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。姚小姐曾因退亲想过诸多手段，不知真假。我知道了，多谢。可姚小姐如今已经不这么想了，张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。
为何还要追问？退亲。什么？我会与姚家退亲。他要退亲，他不喜欢姚希。宁儿，有这么好笑吗？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是你，才遭人陷害，捡回一条命，万万是笑不出来的。您都知道了，闹得满宫风雨，想不知道都难。还愣着做什么？现在还在外游荡，嫌命太长是不是？我……这不是去羊脂斋的路吗？文昭阁在那边。今日在泰安殿如何？看出来是谁想害你了吗？表面上是个叫焦蕊的小宫女，可我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。太后在审我之时，大有要追究到底之势，却在审宫女时草草结束，着实奇怪。你不怀疑谁？我心中的确有个猜想，却觉得按此人的心思，不该是这般简单下作的手段。可纵观全局，此人有能力收买宫女，得知4郡1言的全貌，且能提前做好准备，绝非是在皇任里查抄宫禁时他得知就能办到。他必定是提前许久便已知晓，方可从容不迫。但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证据。太后的反应已经说明了许多。这倒是。太后虽然想借着此事扯上燕家，但若要对付我，她犯不着如此弯弯绕绕，只可能是那一个她想保下的人。既然你有了答案，准备如何应对？我并未做什么愧对于别人的事。他既想害我，若不还以颜色，兴许他还觉得我好拿捏、好欺负。今日他既然敢让我不爽快，那往后我必定叫他坐卧不定，寝食难安才是。孤勇虽好，但若不能审时度势，便是愚钝。先别着急动手，想清楚再做才是。谢先生指点。对了，方才你站那做什么？学生蒙张大人查清内情，方能脱险，是以追去面线。张遮，你同张遮认识，是何关系？哦，没什么关系啊，我就是欣赏。欣赏？张大人素有亲名，是真正的好官，也只有他肯在我遇险时仗义相助，我欣赏他，感激他。你喜欢张遮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燕灵知道吗？我与燕灵只是朋友之情，所以与张遮是男女之情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若是燕灵，便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这一身反骨。就当你是往日便听闻张遮亲昵，暗生倾慕，今日一朝见了钟情，但也未必不是你的一厢情愿。你倒喜欢他，他却未必能高攀上你。你才高攀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才故意说张遮一句，你就急得跳脚，3言2语便暴露自己的弱点。是你宁儿觉得我谢薇是个善类，足以信任呢？还是你觉得世人皆善，对谁都不设防？我若是你，喜欢谁就永远藏在心底，既不宣之于口，也不叫旁人知晓。今日你得亏遇着是我，暂不会对你怎样。倘若他日你遇着他人，想对付你、拿捏你，首先从张遮下手。届时你且看看，害人害己4个字，到底怎么写？先生，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不是说顺道给半途上课吗？告假了。哦，
你去查一查张遮。不就是个刑部小吏吗？有什么可查的呀？属下这就去。跪下。昨夜我见到那宫女是随你一起去过御花园的，哀家这才知道这事儿是你做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都骗到哀家这儿来了！姑母恕罪，一切都是舒儿的错，还请姑母保重凤体。那个江雪宁除了有几分颜色之外，出身平平，教养粗鄙，牙尖嘴利。你是咱们薛家的嫡女，你怎么会对上那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啊？姑母有所不知，江雪宁得公主殿下亲眼不算，还又得临淄王殿下对她心有所属。舒儿是担心殿下受其蒙骗，才想借由此事将她赶出宫去。介儿，怎么可能呢？舒儿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那你为何后来又替她说话呀？哀家不是教过你吗？斩草要除根。昨夜那张大人已经瞧出了案情关键，舒儿见此事不成，既怕被顺藤摸瓜查到姑母身上，又怕被临淄王殿下知道，坏了姑母帮助薛家的成算，这才想掩人耳目，以待来日的。起来吧。既然一计不成，是不能打草惊蛇。江雪宁、张遮，还有那个燕家，全都来坏哀家的事儿。来日方长，只要在这宫中，哀家自会有办法。殿下，真的够了，我穿不了这么多。笨蛋宁宁，这不是给你穿的，这是给你做脸面的。昨夜你受了陷害，就说明有人没把我的话放在眼里，还以为你是个没依没靠的呢。来，我说了会在宫里照顾你，那就绝对不能任由人家欺负。这些先给你压压惊。苏少爷，在。你派人去慎刑司盯着，只要那臭丫头招出背后的人，本宫就要第一时间知道。是。殿下如此垂爱，我却无以为报，心中实在有愧。不过这件事背后没那么简单，殿下还是不要牵扯太深为好。殿下待我的好，雪宁心里自然知道，但我如此得您亲眼，难免遭人妒忌。就像圣上和后宫一样，殿下在伴读中也得雨露均沾才行。臭宁宁，就知道推开我，等我去宠幸了旁人，你可别吃醋。那我就只能像那些娘娘们一样，一哭二闹，惹得公主不得安宁。殿下，这手帕好像王兄也有一条，你们俩该不会是……哎，殿下想什么呢？这手帕普通的很，坊间随处可买。也是啊。不过殿下怎么知道临淄王也有一条啊？就是伴读换座位那一日，我爬书委屈追去解释，碰上了王兄，偶然看到的。这些年也没听说过王兄喜欢哪个姑娘呀。我问他，他又不说。所以薛姑娘也看到那条手帕了？嗯，所以我也没有再多问，怕阿叔心里不痛快。毕竟，我悄悄告诉你啊，母后真有心撮合阿叔和王兄的。